每一次崩溃都是灵魂要你长大的讯号，你以为的终点，其实只是灵魂给你的提醒。当你在深夜崩溃，无法抑制的掉泪，甚至怀疑人生还有没有可能改变的时候，那不是你失败的证明，那是你内在某个旧世界正在瓦解的声音。你会觉得撑不住了，是因为过去的模式、习惯、认同、信念正在崩解。你习惯扛起所有责任，习惯压抑情绪，习惯不麻烦别人，习惯把笑容当作盔甲，但你从来没有问过自己，我还要这样活下去吗？崩溃不是错，崩溃是开始，它是你灵魂按下的一个提醒键，它要你停下来，去看见那个你从来不敢触碰的自己。你哭，是因为你终于不想再假装坚强，你痛，是因为你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渴望，你迷失，是因为你已经不再属于旧的自己。这一切不是惩罚，而是蜕变的过程。真正的成长，不是在阳光普照的日子里学会前行，而是在那些毫无光亮、无人理解的时候，你依然选择陪伴自己，没让自己崩塌。灵魂的进化，从来不是一条笔直的路，它是一层层脱落的保护色，是一次次让你质疑自己是否走错了方向。然后，在某个瞬间，你会发现，你终于开始变得诚实、真实、柔软、强大。你不再用忙碌掩饰焦虑，不再用微笑掩盖悲伤，你开始承认你会累、会怕、会需要，你开始愿意对自己说，这样的我也值得被爱。崩溃是你回家的起点，那不是脆弱，是力量的苏醒。灵魂不会用语言告诉你它准备好了，它用崩溃告诉你，你已经走到极限了，是时候放下一切你以为你必须成为的样子。这个讯号是宇宙在你身体里响起的钟声，它要你回来，回到那个从来没被遗忘的自己，那个纯粹、自由、没被标签定义的你。不要急着离开崩溃的状态，他有话想说，他想让你看见真相。你可以在眼泪中发现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望，你可以在无力中找到新的方向，你可以在失控中学会真正的掌控，不是控制世界，而是认回自己。成长不是从坚强开始，而是从崩溃后选择不放弃开始。有一天你会发现，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情绪，那些让你痛彻心扉的夜晚，都是你灵魂的重建工程。它拆除的是恐惧与匮乏，它建造的是爱与完整。你不是崩溃了，你是终于准备好了，去做一个诚实的自己。每一次崩溃，都是灵魂在对你说，亲爱的，你已经长大到可以接住自己了。你正在经历的，不是失败，是升级，只是你还没看见这一切背后的安排。当事情不如预期，当努力没有结果，当你感觉什么都在倒退的时候，你的理智会说，这是不是代表你根本不够好？但你的灵魂知道，这是新阶段的入口。你感受到的崩溃，不是终结，是你正在脱离那个再也无法承载你成长的版本。那个你一直努力表现，一直努力迎合，一直试图做到最好，但你其实早已超越那个框架，只是你还不敢承认，旧有的一切已经无法支持你走向新的道路。升级之前，旧程式会开始错乱，你会发现你怎么做都不再有以前的顺利，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失去了天赋，失去了热情，失去了方向，但事实是，你正在经历一场重整，那些卡住的，不是你能力不够，而是你灵魂准备好了要下载新的版本。有时候，宇宙让一切停摆，是为了让你看清，你已经不是过去那个靠努力撑起一切的人了。你需要的，不是再逼自己撑下去，而是放下那些不再适合的使命感与角色认同。你以为自己被拒绝，是失败，其实是宇宙替你关上了不属于你的门。你以为一段关系的结束，是你不够好，
其实是你们的灵魂契约已经走到尽头。你以为一个计划的崩溃是你太天真，其实是更高版本的你正在召唤你改变方向。升级从来不是华丽的蜕变，它是一种失重感，一种看不见尽头的模糊。你以为你被困住，但你只是还没学会怎么用新的方式呼吸。过去的你用努力换来安全感，现在的你必须开始用真实换来自由。这是灵魂的升级条件，不再靠证明，不再靠讨好，不再靠完美，而是愿意面对混乱，信任混乱，穿越混乱。当你开始失去掌控，你才会开始接近真正的创造，真正属于你的生活，不会让你一直压抑、委屈、怀疑。它可能会不确定，但它会让你自由。它会带来恐惧，但也会唤醒渴望。不要怕自己崩塌，崩塌是为了重新排列你的内在能量。那些你以为再也找不回来的自己，其实正在用另一种形式重生。你会更诚实，更敏锐，更有力量，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坚强，而是你不再需要隐藏脆弱来证明什么。这不是你的人生倒退，这是你的频率准备提升，只是过程中所有不匹配的能量都会浮现，让你看见你还在抓住什么不肯放。有一天你会回头，你会感谢那些当时让你以为世界要塌下来的时刻，因为正是他们让你不再将就，不再遗忘自己，不再用别人的眼光来定义你的存在。现在的你也许还看不清这场转化的全貌，但请记得，真正的升级不会立即让你感到舒适，它会让你困惑、恐惧、怀疑、无助，却也正是这些情绪在帮你打开新的直觉、创造力与信任力。你不是在退步，你只是正在启动新的篇章。当你学会不急着回到旧模式，学会安住在这片未知里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你正在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，一个更接近灵魂本质的你，一个不再依赖外界定义价值的你，一个终于学会不必成功，也依然值得被爱的你。所以现在的你，请不要放弃，这不是终点，这是升级前，灵魂正在帮你清理入口的尘土，你只是还没习惯新的能量。但你正在经历的，绝对不是失败，而是通往更大人生蓝图的必经阶段。请你相信，真正的你正在回来的路上，一步都没有走错。真正的成长不是变得更好，而是更真。你不是要成为更厉害、更坚强、更成功的人，你只是要回到那个没被压抑、没被扭曲、没被审判的自己。我们总以为成长是一路向上，是改掉缺点，变得自律，变得优秀，变得让人喜欢，但那其实是社会教会我们的成长样貌，不是灵魂想要的那条路。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掩饰脆弱，而是敢承认自己会怕、会累、会有不确定，不是每天都要积极正向，而是有能力在低潮时也不背叛自己。你越努力变得更好，有时只是越抛弃现在的你。你以为你要证明你可以，但你其实只是不相信现在这样的你就值得。于是你拼命调整、修正、强迫、压抑，你变得更会忍耐，更懂规则，更能控制情绪，但你也渐渐忘了什么是自由，什么是喜欢，什么是感动。真正的成长是你开始问自己，我为什么总是压抑感觉？我为什么习惯先照顾别人？我为什么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？那些问题会带你走进内在，走进从来没被好好照顾过的那个角落。你会看见过去的自己是如何努力适应这个世界，也会开始懂得，那些你曾经觉得讨厌的部分，其实只是在保护你。成长不是让你变成没情绪的机器，不是让你每天都正能量，而是让你有能力在任何情绪里都不遗弃自己。你可以脆弱，可以混乱，
可以不确定，但你愿意待在那里陪自己，不急着跳过，不急着改变。因为你知道，这就是你真实的样子，不完美，但完整；不稳定，但诚实；不被理解，但不再逃避。那一刻的你是深刻的、真实的、有生命力的。你开始不再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因为你已经开始看见自己。你开始愿意说出真话，因为你不想再用假笑活着。你开始拒绝那些让你耗尽的关系，你开始允许自己说不，你开始允许自己选择我想要。这些都不是退步，是你正在走回自己，是你正在把主权拿回来。你不再逼自己符合期待，不再用表现换来爱，不再依靠别人的认同活下去。你学会了问自己，什么是我真正想要的？什么是我内在真的感觉对的？这样的你，虽然看起来没那么成功，但你自由，你安静地靠近真实，你愿意放下伪装，不再演戏。真正的成长，从来不是变得更让人羡慕，而是变得更靠近自己。靠近那个会哭会笑，会怕也会爱的你，靠近那个在混乱中依然温柔的你，靠近那个不再逃避自己灵魂声音的你。也许你还在挣扎，还在迷惘，但这条路没有浪费，每一滴眼泪，每一个不安，都是你诚实走过来的证明。你不是变得更好了，你是变得更真了，而那就已经够了，那就是爱自己最深的一种方式。你之所以困住，是因为灵魂已经准备好走出来，只是你还不相信自己真的可以不再靠痛苦生活。我们总以为卡住是退步，是不够努力，是没有方向，但灵魂的讯号从来不是直线前进的，它会用混乱、停滞、压力来提醒你，你已经无法再用旧方式过活了。当你开始感到不安，开始怀疑自己选择的道路，不是因为你错了，而是你正在靠近一个新版本的自己。那个版本不再压抑，不再假装，不再勉强，但要抵达那里，你得先穿越一段好像什么都失去了的时期。你会怀念过去的安稳，却同时又感觉窒息。你会试着重拾熟悉的节奏，却发现身体再也跟不上。你会想要回到从前那个充满热情的人，却发现真正的你早已不想再努力扮演那个角色。灵魂的转化往往是在一切外在都看似失控的时候发生。你越想解决问题，问题就越清晰地告诉你，这不是你该用头脑处理的事，这是你要用觉知去感受的提醒。你困住的不是某段关系，不是某个职位，也不是某种人生状态，你困住的是那个早已过期却还死守不放的自己，是那个为了生存而习惯忍耐、妥协、压抑的你。灵魂不是要你改变它，而是邀请你放下它。当你觉得再也无法前进，当你一遍遍问自己到底怎么了，那不是错，那是你的意识正在松动，你正在准备接受新的视角、新的路径、新的你。灵魂从不催促，它只是温柔地等待你厌倦了旧剧本。当你终于不想再扮演受害者、好人、救世主、完美者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，原来真正困住你的不是环境，也不是命运，而是你不敢成为真正的自己。你有多渴望自由，就会有多怕放下控制；你有多渴望爱，就会有多害怕袒露脆弱。你想走出来，就得先承认，你其实早已不想留在原地了。请不要再逼自己撑住原本的样子，你不是失去力量了，你只是已经准备好，不再用旧的力量方式生活，不再靠抗拒，不再靠坚强，不再靠压抑。真正的力量是柔软，是真实，是承认自己也会怕，也会哭，也会没方向，但你依然选择不背叛自己。你会觉得混乱，是因为真相开始浮现；你会感到无力，是因为你不再假装有能力；你会感到卡住，
是因为你已经站在转化的门口，但还没鼓起勇气跨出那一步。灵魂不会逼你改变，但它会用卡住来提醒你，你其实已经不属于这里了。当你愿意松手，愿意说出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，宇宙才有空间让新能量进来，新的人事物，新方向，新频率，才会在你松开掌控的瞬间悄悄出现。你困住，是因为灵魂想醒来；你痛苦，是因为你已经不愿再睡着活着。你值得过一个不必压抑的日子，你值得活在一个不再扮演的世界，你值得被看见，被理解，被接纳，不需要伪装，不需要证明。走出来不是背叛谁，是你终于选择对自己诚实。走出来不是逃避现实，是你终于愿意活得真实。你之所以困住，只是因为你灵魂已经准备好，不再假装幸福了。改变人生的不是目标，是你对自己的定义。我们总以为要让人生不同，就得设定一个更大的愿景，赚更多钱，达成某个身份，拥有某段关系。但真正改变一切的，不是你在追什么，而是你相信自己是谁。你的信念决定了你的选择，你的选择决定了你的现实。如果你心里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，那么再高远的目标，也只会成为你自我怀疑的压力来源。很多人不是没努力，而是在努力的背后，藏着一种自我否定。我现在不够好，所以我必须变得更好。我现在不值得被爱，所以我要变成值得被爱的人。这样的出发点看似积极，其实充满匮乏。你可以拼命完成目标，却在每一个完成后依然空虚，因为你一直没有真正改变的是你对自己的定义。你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人，就会吸引证明你没用的经验。你觉得自己是个麻烦的人，就会吸引让你更加压抑的关系。你觉得自己只是幸运，不是真正有价值，那么当好事来临时，你也会潜意识地排斥它。真正深层的改变是当你开始说，我就是有价值的，不管我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。我配得拥有我渴望的一切，因为我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。我值得被爱，从我开始爱自己那一刻起。这种改变会慢慢渗透你的语气，你的选择，你的行动。你不再逼自己去追赶谁，你开始允许自己慢下来，停下来，甚至重来。不是因为你失败了，而是因为你开始信任自己真正的节奏。你对自己的定义会决定你怎么说话，怎么看待机会，怎么面对拒绝，怎么对待挑战。当你相信你是有力量的，那么眼前的问题不再是敌人，而是让你练习的机会。当你相信你是值得的，你不会再在一段让你受伤的关系里卑微留下。当你相信你是重要的，你会开始为自己争取，而不是默默牺牲。人生的命题不是我要去哪里，而是我是谁。你觉得自己是谁，你就会活出那个版本的现实。而当你开始重新定义，你也会重新召唤新的可能，新的轨道，新的命运。你不必急着变成更好的人，你只需要开始相信，现在的你就已经够好，够真诚，够勇敢，够完整。从那个信念出发，你自然会走向你渴望的人生，不是因为你想逃离现在的你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愿意成为真正的你。改变不是靠目标撑起来的，目标只是形式，是方向，真正支撑你走下去的是你对自己的看法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想改变命运，请你先改变你对自己的语言，从我不行换成我正在学习，从我不够好换成我值得被爱，从我一定要成功换成我已经很珍贵。这样的你会吸引不同的体验，这样的你会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真实生活。因为从那一刻起，
你不再只是往外追寻，你开始向内成为。你能承担多少真实，就能拥有多少自由。自由不是逃离，不被约束，不需面对。自由是真诚的存在，坦然的活着，没有伪装，没有压抑，没有必须成为谁的焦虑。但要这样活着，你必须先愿意承担真实，承担你内心的脆弱，承担你的渴望，承担那些你一直避开不愿碰触的部分。我们常以为获得自由的人是幸运的，是条件好，是运气好，是个性洒脱，但真正的自由是练习来的，练习在每一个想逃跑的当下，选择留下来面对。你能承担多少，我就是这样的真实，就能在生命中获得多少，我可以这样活着的自由。但真实从来不轻松，它会让你觉得赤裸，让你害怕别人不接受你，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多、太差、太奇怪。所以我们学会伪装，说自己没事，其实快要崩溃，笑着说没关系，其实心里千疮百孔，看起来配合，其实早已不认同。我们花了好多时间维持形象，却愈来愈远离自己，以为安全是不让人看见真正的我们，但其实那种活法才是牢笼。你不需要完美才能被爱，你不需要坚强才能被尊重，你不需要什么都懂才能被肯定。你只需要敢真实，敢在别人期待你稳定的时候承认你迷惘，敢在一段关系里说出你的不安，敢承认自己有阴影、有界限、有想法。真实的人会失去一些关系，但留下的才是真的共振。真实的人会触动别人的投射，但也会唤醒对方的真诚。自由是终于不用每天检查自己说话对不对，行为好不好，够不够讨喜。自由是可以诚实地说我不行，我不要，我不确定，而不觉得羞愧。真正的自由是你无需证明什么，而依然知道自己值得存在。那来自于你对自己的信任，而这种信任只会在你愿意承担真实时慢慢长出来。别再把情绪藏起来，那不是成熟，是压抑。别再用微笑盖过伤口，那不是体贴，是遗弃自己。开始练习真实，从问自己，我现在真实的感觉是什么？从允许自己说出我不想继续假装了，从停止对自己说谎开始。你不需要一步到位，但你可以一点一滴回到自己。每一次选择真实，都是对自由的一次靠近。你会越来越不怕冲突，因为你知道诚实不代表不爱。你会越来越不怕失去，因为你知道失去不是终点，而是真实的进化。你会越来越爱那个敢表达、敢脆弱、敢拒绝的你，因为你终于相信，这样的你不只是可以被接纳，而是更值得爱。你能承担多少真实，你就能拥有多少自由，因为当你不再压抑自己，你才真正属于你的人生。自由不在外面，它在你心里，它在你愿不愿意说，这就是我，现在的我，真实的我，完整的我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